2026年了，AI 狂飙，比特币翻倍，股市疯涨，房贷还卡在7%。2026年房地产凉了吗？现在这行情下，房地产还有没有戏呢？很多散户和很多的机构投资人都在犹豫，因为资金正在悄悄地离开房地产。我们今天不聊情绪，只聊数据，看看房地产这门老生意现在到底还值不值得投资。你可能没有注意，2025年资产市场发生了几个大事件：比特币突破10万美元，在10月冲到历史最高点12.6万美元；标普500上涨超过22%，其中科技七巨头贡献了60%以上的涨幅。数据显示，美国房地产的基金募资额同比下滑了将近40%，创造了近5年的新低。也就是说，钱没有消失，只是换了地方。投资人的热情正在从砖头水泥转向了芯片代码。AI、股票、比特币这三驾马车在吸走市场的流动性，然而房地产成了老年人玩的游戏。过去10年，低利率时代成就了大部分的美国家庭的财富。到了2025年的第二季度，美国家庭持有的住房业主净资产已经到了35.8万亿美元。在2021年12月份的时候，美国房屋净资产已经占了家庭净资产45%。现在利率高企，房价也不见太大松动，租金反而涨得慢了，整个市场的温度直接降到冰点。近年全美国房屋成交量更是跌到近30年来的最低点。过去那种闭着眼睛买房子也能赚钱的好日子，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？我们将从多个维度分享一下目前市场热门产品的数据，看完大家就知道房地产究竟适不适合继续投资了。数据来说话，谁更划算？我们把过去10年的3大类资产拿出来对比一下。房地产从过去的10年来看，美国住宅房价平均涨幅在6.55%，再加上6%到7%的毛租金回报，扣除各类成本和管理费，估计净回报在4%左右，总体年化净回报大约在10.55%左右。优点就是波动小，现金流稳定，因为美国的租房市场还是稳健的。缺点就是流动性差，想卖的时候不一定能马上出手，比如现在就不好出手。根据股票的数据，标普500在过去10年间的平均年化收益大概是12.35%，涨幅可观。但是它没有现金流，只能靠着股价的上涨来赚差价，靠涨幅来吃饭，也要受到情绪的摆布。不过它胜在流动性极强，想卖可以随时能卖。比特币是坐火箭型的资产，有几年暴涨上千个百分点，比如2013年的时候涨了54倍，但是也有年份暴跌70%，比如2018年和2022年的时候，2015年到2025年10年时间，比特币在复利回报率大概在66.68%，但是波动率也是最高的。一年能翻几倍，也能夭折2次，所以它适合玩风险的人，不适合求稳定的人。相比之下，房地产的年化涨到6.5%，波动率不到10%；股票涨12%，波动率在20%左右。而比特币虽然涨到60%，但是波动率却超过70%。最后一个是美国10年期的国债，年化的回报在4%到5%之间，风险最低，波动最小，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惊喜，属于稳稳的小白马。所以从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来看，比特币赢在刺激，股票赢在速度，房地产赢在平衡。它不是涨得最多的，却是最稳的。现在房地产的现金流可预测，风险可控，还能抵御通胀，
长期来看，它依然是最可持续的财富积累工具。房市的现状冷静却稳固。别看现在房地产的热度下来了，但是底子还在。房贷的违约率仅有0.6%，接近50年的低点。根据数据来显示，全美国缺房依然超过370万套，全美国房价平均回调了不到2%。要满足全美国目前的住房缺口，至少还需要10年的建筑开发期。租金过去1年上涨3.2%左右，多户型的公寓的空置率依然维持在6%以下。换句话说，市场确实变冷了，但是基础会更稳。楼市的虚火退了，反而更健康，这不是崩盘，而是恢复期。不同人该怎么分配呢？不同风险类型也不同的配比逻辑。保守型的投资人可以将资产分配为房地产30%、股票30%、债券35%、加密资产2%、现金3%。均衡型的投资人可以考虑房地产40%、股票40%、债券15%、加密资产3%、现金2%。成长型的投资人就适合更激进的比例，房地产35%、股票50%、债券10%、加密资产4%、现金1%。什么房地产在资产配置里面从没退场？有人说房地产太传统、太慢、太费心，但别忘了很多高净值的家庭大量配置地产，靠的就是它，现金流真实可见，每年净收租基本在5%以上。税务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，比如有折旧扣税、贷款利息的抵税、1031的税收延期、成本分摊抵税等等。懂玩法的人省下来的税能再买一套房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抵抗通货膨胀。对于高净值的投资人来说，房地产不只是赚租金，更是用税务的效率放大复利的资产。如果你在考虑要不要投资房地产，我们给投资人的3句建议：现金流优先，控制杠杆，深耕一个赛道。过去10年，房地产的门槛是钱，未来10年留下来的门槛是懂。2026年，别急着问房子还能不能买，你得先问自己，你是想做时间的朋友，还是市场情绪的俘虏？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房地产，欢迎订阅。